228事件激发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然而威权高压的统治抑制了民主种子的生长，让台湾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这段艰困的过去是台湾历史的伤痕，要治愈伤痕，必须了解受伤的原因。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真相，互相倾听，才能够缝合伤口，进行真正的和解，让过去的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而台湾人民也会因此更能共同守护民主，一起往前走。过去8年，我们系统性的推动了转型正义的工程。在法治奠基方面，我们先是订定党产条例、促转条例、国家人权博物馆组织法、政治档案条例、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条例等5部法律，建构转型正义工程的基础。我们也前后设置了相应专责的组织或者是机制，作为转型正义工程的引擎。在促转会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则由我们行政院统筹6个常设部会，承接推动转型正义的工程。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完成了4部真相调查报告，还原历史的真相，更立法处理政党持有政治档案及不当的党产。收购国有的不当党产，则是设置特种基金，用于公益及转型正义的相关工作。我们也落实受难者的名誉回复和赔偿。权利回复基金会成立1年多以来，已经受理将近2000件赔偿金申请案，更在去年首度返还了受难者在威权统治时期因国家不法而被没收的财产，合计通过核发超过40亿的赔偿金。转型正义并非要针对特定的政党，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政府要对过去的威权统治的国家不法行为负起责任，弥补伤害，诚实的面对台湾历史的过去，台湾的民主的机制才能更加的深化和进化。另外，经过多年的努力，228基金会也在2340位已经确认赔偿受难者之外，再找出4000多位可能的受难者。待会我也会将代表政府颁发回复名利证书给受难者的家属，其中有2位家属的先人原本列在可能受难者的名单，而在档案史料的开放下，重新确认了受难的事实。这也让我们看到，对于历史真相的追寻，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因此，我们政府也在去年推动政治档案条例的修法，获得朝野的支持，并且从今天开始实施。政治档案也是历史真相的重要的一块拼图。我要请我们的国安团队以开放的态度，完整的解密，公开更多的政治档案。这些转型正义的工程扩及了真相、正义、平复、追忆，更重要的还有确保永不再犯。这也是国际所肯认的转型正义的5大支柱。我们也看到台湾社会各界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转型正义贡献心力，像是讲述228受难者的纪录片《寻找汤德章》即将在下个月上映，还有每年的共生音乐节也已经举办了12届。我谢谢所有为转型正义长期努力的民间团体以及年轻的伙伴，各位的付出都是台湾民主火炬的新彩，让台湾的民主发展越来越兴盛。我要感谢行政院、促转会、党产会，还有各部会以及民间团体并肩同行，我们一起替蒙灰的228事件和白色恐怖历史逝去了尘埃。但我知道这些努力对于受难者前辈和家属所遭受的压迫都是微不足道。转型正义没有捷径，
记忆的伤痕更不会轻易的消失。我们这一辈人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找到与历史和平共处的方式，打造更开放的社会。刚才江先生所提的3点意见，我也跟行政院讨论过。那么事实上，这3点都是我们行政院现在正在积极处理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在行政院处理的告一个段落之后，就会跟大家来说明。那这些事情是政府的工作，我们会持续的努力。面对过去，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害怕想起来。面对未来，我们要持续深化对话，追求民主永续的社会共同体。谢谢，谢谢各位。